我们讲了云的勾云法和云的留白干染法，我们再讲一下我们云的湿染法。湿染法的云，在我们的现代化中也是经常用的，是常用的一种染云的方法。我们先勾出山石，我们山的位置先要勾出来，先勾山的部分，我们要处理云呢，一定要知道我们云的走向和山石、山形的它的走向，一定要和谐。看，比如我们的山是这样走向的啊，我们云也要按山的走向去处理。我们简单的勾一个山，因为我们主要是讲的云，所以我们山勾的稍微的简略一点。我们主要让看云怎么去染。看我们山下面的部分也是靠近云的部分，我们稍微的让它虚下来，用淡淡的墨把它虚下来。大体的云的形状，我们要留出云的位置，这留出云的位置。这是我们山，这是云，然后我们山呢，是在下的露出一点。我们要把云的位置我们简略的稍微简略的处理一下山石，简单处理一下。稍微的看我们山的这是走向上去，山脉是这样走的，说的我们的云呢也是随着山势是这样走向的染云的时候用笔不要过重，也是要用笔要虚一点，行笔呢要快，云与云之间的衔接呢要自然，点和染要结合起来，云的形状要清楚，水分稍微多一点要注意空白云气的形状和动势。稍微的亮一下。我们要画云的时候也要等那个我们画山的部分要干了以后，我们再染云。我们把染云的部分我们要打湿，要打湿它。然后呢，我们要用
宣纸，就是说，比如说废的宣纸啊，我们不用的宣纸，稍微的，把多余的水分，我们稍微的吸一下啊，稍微吸一下。这样呢，我们在控制匀的时候，就是它不会阴。稍微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啊，稍微大一点的毛笔，尖毫用尖毫就可以，或者是大白云就可以。我们喷湿了啊，现在喷湿，我们现在开始染匀。看，我们先染呢，先染什么部分？先染我们山根，就是山根的部分啊，轻轻的染一下。看，我们先染云的上端的部分啊，就是我们接近山的部分。我们先染这一部分，用淡墨，轻轻的染，轻轻的染。一定要注意啊，注意要把云的这种轻飘飘和飞动的感觉，我们要染出来。看，这是上面啊，上面我们云上端的部分啊，云端上半的部分，然后处理下边的云的部分。看，它是云是这样的流向啊，这样的动势。稍微的往下。看，一定要处理这个云的形状啊，一定要注意，要变化，要有变化，不要非常呆板的，就这么一条一条的这样呆板的去画啊，一定要到上下这云的这种滚动的这种感觉，这种轻飘飘滚动的感觉要画出来。这大部分我们这都是云。画云的时候啊，我们下面的云的时候啊，一定要在下面一定要抻出云形。一定要抻出云形。如果呢我们不够啊，觉得我们该加重的部分，我们再稍微的再去加。重点的啊，比如说我们靠近山的部分，这种墨色是稍微重一点的。我们中间的部分，这个墨要稍微淡一点。在墨色上，它有一个深浅的变化。需要深的地方，我们可以反复的加染，对吧？这样我们需要这一部分，我们需要它深一点，所以我们就加一点，可以多加几次都没事啊，可以多加几次。
可以多加几次。看，就是我们看这样接近山的部分啊，我们都可以稍微的加一下，稍微的加一下。不要都加，我们不要都加，就是需要加的时候啊，我们稍微加一点。像我们这个部分上面虚的部分，我们就不要动它，就留出有那个云轻的部分，有云重的部分，对吧？看就这样。看我们靠近山的部分，稍微重一点，离开云的部分中间，中间云的部分，我们可以摸稍微淡一点，给人感觉就是说这个云它也是有层次，有远近。可以用清水轻轻的把这个空白的云的淡云的地方啊，我们轻轻的渲染一下，用清水让它更自然，让它云虚的更自然。我们画这个云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这是我们山里的云。还有一种呢，什么就是说画云海，就是比较远的云。这样的时候画的时候啊，这个云呢，就要说不是这种形状的啊，就是一种条状的云，就是比较模糊条状的云。看我们觉得这山的这个地方墨不够的话啊，我们可以稍微的再加一遍，一定让它和我们所说话的山融到一起啊。刚才讲的还是我们上一个就讲的，一定要融在一起，对吧？这就是我们染云的一种湿染法。